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宝敏。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澳大利亚的一名教授撰文讨论美国与俄罗斯和谈的问题。那对普京来说，不打个胜仗就没什么好谈的。10月31号，一个叫荣列维的澳大利亚副教授发表文章，鼓吹西方与俄罗斯和谈。他说已经有一些美国议员呼吁西方和普京直接谈判，而现在呢，正是谈判的时候。这位教授说，不要指望和谈开始前有一方先承认错误，大家可以坐下来倾听对方的价值观和不满，尽管双方都认为对方的动机非法，但无论如何都要继续谈判。乌克兰问题会不会通过谈判解决，很大程度上是由美英集团的意志决定的，这是个让人不太舒服的事实。因此最近因为媒体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和谈的言论，有可能是美英集团在放气球试探。从俄罗斯的立场上看呢，目前对和谈兴趣不大。4周投票加入俄罗斯以后，已经被俄罗斯的政府和俄罗斯的民众看作是本土了。但是在这些土地上有大量乌克兰的军队正在活动，乌军呢不但夺取了顿巴斯的大片领土，还一直在试图收复赫尔松。也就是说，按照俄罗斯的国内法，如今处在被侵略的状态。在把乌军赶出去之前，有什么好谈判的呢？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政府同样不打算谈判。战争打了9个月，虽然乌克兰的民众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但是乌克兰军政高层和寡头们就毫发无伤。乌克兰政府甚至不需要担心国民经济的问题，只要把一切问题归咎于俄罗斯，然后伸手向欧美要援助就行了。泽连斯基则充分利用了总统的职位带来的便利，把演员的本色发挥到极致。他经常出现在军营里废墟前，在专业团队的支持下，努力地扮演一个捍卫国家的总统。然而就是他和背后的势力把乌克兰带进战争深渊。如果通过谈判来解决乌克兰问题，那么首先要达成停火，泽连斯基就没有理由伸手要援助了，而是要真正的去治国理政呢。而是过去几年乌克兰的社会现实证明，泽连斯基根本就不是这块料，他也没有这个爱国心。所以要想启动乌克兰和谈，只有在英美集团的强烈的意志下，逼着乌克兰向俄罗斯求和。这个情况会不会真的发生呢？现在看来不是不可能哦。这个列维教授的论调在前一段时间呢，英文媒体上是很难见到的。那段时间西方媒体上充斥着对俄罗斯的咒骂，特别是9月到10月间，随着乌克兰军队的大纵深反击，多数西方媒体都在讨论俄罗斯什么时候会动用核武器。有些媒体还把普京讲话里面呢所有涉及核武器的发言都挑出来，一条一条的分析。拜登政府也不断的恐吓俄罗斯说使用核武器有严重后果。随着俄罗斯部分动员的推进，以及伊朗无人机出现在战场上，乌克兰军队的反击碰到了石头上。而在西方世界内部，操纵乌克兰战争的美英势力同样踢到了铁板。因为财政失败，特拉斯做了44天的首相就下台了，接替他的苏纳克富可敌国，却要求英国民众准备接受更高的税率。拜登政府和民主党面临着共和党的强力冲击，眼看着就要输掉中期选举了。共和党对乌克兰战争没那么狂热，特朗普甚至表示，要是他当总统，就不会有什么乌克兰战争，因为他会先下手解散北约。如此种种意味着泽连斯基的后台老板都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有一个澳大利亚学者出面放出和谈的风声，或许是更大规模和谈声浪的前奏。既然如此，俄罗斯是不是该接受和谈呢？战争打到今天，俄罗斯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但数千亿的外汇储备遭到冻结，海外的财产遭到没收，而且与欧洲的能源贸易合作也基本被摧毁。如果能就此和谈，或许能保住4周的领土，至少能保住俄罗斯族的核心居住区。但是根据美英集团的一贯行为模式，他们在战场上无法得到的，在谈判桌上也会咄咄逼人。朝鲜战争的板门店谈判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俄罗斯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继续把仗打下去，让泽连斯基政府彻底的崩溃，进而实现把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的最初目标。如果真的损失太大，打不下去了，也必须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大量的歼灭乌克兰的有生力量，让对方在谈判桌上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否则和谈也会旷日持久。如果美英当局缓过这一口气来，局面会再次对俄罗斯不利。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